有请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华谊家禽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吴磊老师，欢迎。来，我们接下来就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他们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俩在一起1年了，我为这份感情付出了很多，但是他现在却把我骗了。我没有骗他，他天天就知道跟着我后屁股眼转，难道现在不做出点改变，等着以后喝西北风啊？我那是在意他呀，我不想异地恋，我也到了结婚岁数，我想有个结果。他现在就是对我道德绑架，其实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如果他不明白我的心思，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高先生31岁，来自甘肃，酒店经理，有请。王女士2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有请。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骗我？我什么时候骗你了？你有意思没意思？当初我俩怎么说的？你说让我先过去，然后随后你就到。不是，但是呢，我去哪儿啊？你工作都没稳定，你都不赚钱，我跟你喝西北风啊？但是当时你是说的让我先过去，你马上就到，这都半个月了，你的人呢？不是，从咱俩认识到现在，你换了多少个工作了？我好容易让你上杭州找个工作，然后你现在就这样。让我去找你，我不去你就不工作了呗？我换工作为什么？为了追随在你的身边。你那不是追随，你那叫自私，你懂吗？我那叫自私吗？那叫在乎。我如果不在乎的话，我不用管你在哪里。主持人，你知道吗？他这个人特别自私，就是跟着我，我走哪跟到哪。好，我能问句话了吗？你们老问我知道吗？我显然是不知道的。谈多久恋爱了？差不多快1年了。快1年。对。这个反对异地恋是异地吗？过去？是的。我在郑州，他在沈阳。那是怎么认识的呢？在那个软件上，他唱歌很好听，然后喜欢他的人也很多。哦。然后我就每天去听他唱歌，跟他聊天，然后慢慢我们就认识了。哦，曾经的偶像是吧？算是吧。粉丝追随了自己的偶像啊。现在在哪儿呢？两个人？我现在在杭州，他在沈阳。怎么就到了杭州？怎么又在沈阳？我们两个一开始是网络上，这不是认识的吗？然后我们两个在网络上能谈了大概3个月，就当时就是朋友。然后他就来我的城市，就沈阳，当时来找我，就是准备找我奔现。当时正好过年，我当时不想见他，我觉得网恋这人不是有病吗？大老远的，然后来找我，我又没决定跟他在一起。我爸说你不管咋地，你都得见人家一面，要不然人家这大冬天的多冷啊。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那行，那我就见他一面。见了之后，我就发现他人还挺好的，就挺老实的，感觉也还行。这一面怎么能发现一个人老实还是不老实？就是我俩第1天在一起，他话特别少，跟我一起走，他也就是不怎么敢说话。然后那个对我挺细心的，比如说就是我要是什么东西啊，他都会帮我拿。然后那个走哪儿去都不用我说，马上就去把这个东西买了，把这事儿办了。我就觉得挺好的。有眼力劲儿。对，有眼力劲儿。话还少。对。后来我俩在一起之后，然后他陪我待到我过生日，然后他就回到。你几月份的生日？我是2月份，我俩不是过年嘛，我是正月11的生日。然后他陪我过完生日之后呢，他就回郑州工作了。结果他没到半个月，因为他回去的时候就是2月底，他就自己来沈阳了。他也没跟我打招呼，然后就跟我说我现在到沈阳了，你来接我吧，找我吧。我一问，人家把工作辞了。我回到郑州给他打电话，他就不接了，发微信。他也不回，怎么不接人电话呢？他的电话是夺命连环 call， 就是唰给你打一堆，只要你有事儿，比如说你挂了，他马上接着一直给你打，你说多烦。关键问题是因为我们在语聊上面还有一个圈子的朋友，还有一个喜欢他的男人跑去找他了，然后他俩见面了，结果我就发信息问他，打电话问他，他说他没有。当时我就觉得异地恋不行，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我就跑到沈阳，我准备去沈阳发展，就离他近一点。这个是没跟他商量，对吧？对。
但是你出于爱情就去了，对，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他说的就是跟那种什么伟大的爱情去你的城市都不一样，他到后边就变成什么，就一直跟着我。本身我跟人就是朋友，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一点的关系，而且每次跟这个男孩出去也是出于朋友的礼貌，因为他从外地来，我见他了，人家也从外地来找我，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吧？也不能说没有区别。我跟他见面是我俩单独的，我跟那个人见面是还有别的朋友的。行，他到了沈阳以后怎么样？然后到沈阳以后，我弟开始挺高兴的，我觉得，来我的城市我俩离得近。结果我俩怎么说呢，在一起待了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他好容易在沈阳就找着工作了，我正好接到一个去江苏的演出。因为我是个歌手，我是做全国演出的，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多赚2年钱嘛。我说我要去那个地方演出，我说那你就在沈阳好好工作，你等我，因为我也不确定我去那儿待多长时间，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了。结果人家二话不说啊，又把工作辞了，就是追着你的脚步走呗。对，就是多好啊！他不是好，你想他没有工作，他怎么赚钱？因为他跟着我到了江苏以后，我在江苏演出没多长时间，我就回沈阳了，他又把江苏的工作辞了。你想一下，我从郑州跑到沈阳，结果人还没待热呢，你又走了。短的话2、3个月，长的话半年。那你说我在沈阳人生地不熟，我待那干嘛？不是，都是成年人，那你不停的换工作，你不停的跟着我，你觉得你能？你回了沈阳之后呢，没稳定吗？回沈阳这次他就没找到工作，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又有演出了，我是要去上海，结果他就非要跟我去，我跟他就大吵了一架，我就说你先在这儿稳定的工作，我说你等我回来，因为我家就在沈阳，我也跑不了。对，他就觉得我总要跑啊。对你感情深，我才跟着你走，不然的话，我哪个城市待？确定。确定一个好人品的姑娘，你怎么会怀疑她跟别人谈恋爱了呢？关键问题赶巧的是，我前脚刚走，后脚那个男的就到了。那件事在我心里面就是一个阴影。哦，那就说明他人品不好啊。反正他性格挺好的。啊，人品呢？咱们说人品吗？人品挺好的。啊，也挺好的。行，姑娘还去杭州吗？我是打算等他工作如果稳定的情况下，就不稳定了。他如果不稳定，我肯定不会去的。稳定的标准是什么？稳定的标准就是他最起码把试用期过了，然后他得保证他会在这个地方就是工作着，他不会说我再去哪儿演出，他再跟到哪儿。就是你不需要一个追随在你身边的人，是吧？哎，你追她的时候，你知道她是一个需要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的女歌手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歌手。哦，你连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和基本的工作性质都不了解，你都不了解他，你去追他什么呢？也许我就给他说了，我对东北女孩好像没有什么抗体。只要是东北的都行，是这意思吧？不是，你自己说的没什么抗体吗？当时我接触他的时候，他一是很温柔，没有像现在。现在呢？现在我觉得，他干事的时候，有时候比男人还男人。哦，那你想这次来，最终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我的目的就是让他跟我去杭州，我们稳定下来。如果他只给你一个承诺，而不给你一个稳定的状态，你愿意跟他继续交往吗？我不愿意。啊，我是希望，两个人的爱情，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事业，然后为这个事业去奋斗。啊，我问男生呢？我愿意，还是他走哪我追哪。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你男朋友不愿意放手是吧？对，烦死了。你跟他接触这么1年来，觉得这个性格怎么样？我觉得他性格来说，我是觉得还可以，因为他比较。就是他不是那种比较油嘴滑舌、油腔滑调的男生，他基本上他不怎么说话，然后他说话的时候他也会去做，而且他做的比说的多。那你能给人家一个承诺吗？承诺就是我先把我这边的事儿都处理完，然后我尽量的在杭州长期的演出啊，或者这种。那你处理这些事儿预计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我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是什么？我做演出的同时，我开了一家店，然后这个店如果说我想脱手的话，我朋友会接手。这个很简单，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演出的事儿，因为我其实挺不愿意放弃我演出的事业的，我挺喜欢的。但是如果那个都是借口，好吗？我怎么能是借口呢？你的生活状态什么样我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处理啊？不是，如果说我连工作都没有，我连钱都不赚了，你说你觉得你的公司能做什么？他之前对还有一件事儿啊。第2次跟我回沈阳，他就总想见我爸妈，就是逼着我，就那意思，我为你啊，我把工作都辞了，我能不能说就跟你见你爸妈，这那的。然后后来我就犹豫了好长时间，后来我说了，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他年龄有点大，他就有点不高兴了，他就觉得我爸妈嫌弃他了。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刚才你说他都是借口是吧？对。人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有借口呢？就不想做事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想跟你好好的谈恋爱，对吗？也许是吧，反正我现在真的也很无奈，因为我为了他付出了很多。我实际上在一个地方稳定的去工作的话，我的收入或者说的我的职业发展，这么说吧，你们俩分手了，你后悔吗？也许会后悔，也许不会。行了，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事业和爱情，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一个？事业吧。事业，你知道他觉得事业更重，但是你现在想让他为了爱情放弃事业，也不算是吧。那你觉得他喜欢跟你相处吗？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所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喜欢跟你相处，对吗？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想要去跟他相处，对吗？对。所以是你要付出，不是他想要，对吗？对，我一直都在付出。所以你的付出既然都是你想要付出，那凭什么要他负责任呢？然后我现在告诉你，这不是你付出的多就代表了你爱的多，你的付出必须是别人想要得到的。如果你的付出不是别人想要得到的，甚至是别人感到厌倦的、感到烦恼的，那你的付出是对他的困扰。今天有一个人落水了，我们这样会游泳的人马上下去救他。你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你也怕扑通跳下去，然后和人抱在一块儿，两个人不是一起往下沉吗？你现在就是那个不会游泳又跳下去救人的那个人，看上去很英勇，谈了一场英勇的恋爱，但实际上是很招人烦的。你现在离跟踪狂只有一步之遥。这个姑娘，我不管她是为了事业、为了自由、为了什么，她现在摆明了，也不要管她对你承诺什么，她摆明了，她就要过她现在的生活，四处飞，到处去演出。她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帮她扎根在一个城市里面，帮她造一个窝，等到她什么时候飞累了，她飞回来到这个窝里面来。你在那最好，你不在也行。她不需要一个随时随地跟着她、烦着她所谓的男朋友，
你们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你的需求是自私的，你的需求是自私的。我不认为你们之间有什么爱，你可能有某种需要，你可能被感动了。说到底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你还没有失去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在这种时候，我只能告诉你，越失去自我的那一个人，就越没有资格去爱人，因为你连自己都没有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爱上你呢？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来，珊娜老师。我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只是未到深爱时。就你难道感受不到他对你是什么感情吗？你就是不甘心而已嘛。你想，我都为你已经拼命付出到这个程度了，在这个地方折了，那我前面就相当于都白来这一趟了，从这儿绕到那儿，这南方北方跑了个溜够，那我前面那些路都白折腾了。然后我为你丢了什么15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的这份工作，然后到这儿一个月月薪多少，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到现在，然后你把我支到杭州去了，不就是不甘心吗？可这种苦苦纠缠又有什么意思呢？明知道他想要的你给不了，而且呀，你也真的是你没事干了吗？每天全国各地的追着他跑，他现在的那个心都在天上飞着呢，全国各地商演，每天见识多少这样的演出的场面，每天都是在众星捧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生活。你只是他众多粉丝、众多拥护者当中的一个，然后跟你走的比较近一点，你就为了他什么都不要了，全跟着他走。就这样的话，你想换成任何一个人，谁都不敢跟你怎么着啊。你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你也不考虑自己以后的人生怎么规划，就全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怎么敢跟你继续往下走？对女生想说的是，我们不要辜负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就也不要辜负一个深爱自己的人。觉得不合适，就马上说分手。你这样支着他，最后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彼此受折磨。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觉得不合适，而且你也没那么喜欢他的话，咱们就大大方方说出来，告诉他。你去选择你自己其他的人生吧，好吗？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珊娜老师。齐总，异地恋的最后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是谁投奔谁的问题。但是可能你们这问题不是异地恋的问题，你们这异地追踪啊，你们根本就没有恋。我们回到一开始，男生，你想想看，你跟他恋爱了吗？你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时他可能以为还很浪漫，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他一个就在跑，你拼命在追。异地恋最终要解决，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的目标是跟他在一起，而他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实现自己的事业梦啊。所以你们目标不一致啊。一上台就说你骗我，你有信任吗？你之所以追随他而去，就是一个字儿，怕。你不是因为爱，你是因为怕，怕失去。怕不能占有他，怕失去自己过往的这些付出，所以一旦他要说不的话，你一定会后悔，你会觉得你就是个骗子，感情骗子。所以你的出发点是不对的，你是因为要占有这个女孩，你放弃的恰恰是他想你拥有。他想象当中的爱情生活是说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事业，并且各自忙碌，彼此才能安好，这样才能和而不同。但是你跟他差的太多了。他越想要什么，你越放弃什么。你实际就一个人在他身边，他不要你，明白吗？女生呢，其实你根本不怎么爱这个男生，你所谓的那些就是一个借口，因为很简单啊。他到你身边，你说在我演出的时候，一双眼睛在盯着我，啊，他来了，我只能见他一下嘛，很赏赐的样子，一点也不享受。你真爱他吗？只不过是像他这么痴心的人没有了，至少现在没有了。你需要的那个人一定是有稳定的工作，对你有稳定的专一的爱情，这个人是你想要的。他只有其一，恰恰你需要的那一点他给放弃了。他以为稳定在你身边就是你所要的，恰恰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说清楚吧，就这样。
好，谢谢曲总。来，胡老师。听你们这个事儿，就想到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寓言，叫做“狼来了”。一开始说好玩，哎，说着说着，狼真的来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在你心目当中觉得它老实，对吧？像一只羊。后来发现穷追不舍，像只狼。但其实像羊或像狼都没关系，要么就像一只羊，待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等着你，乖乖的；要么就像一只狼，天天追着你，你去哪儿演出我就跟着，我不求有任何的回报，但只求能够待在你身边。但问题是，现在这个男人，羊不是羊，狼不是狼，他自己都分不清楚，他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尝试的想象一下，即便他答应了你的要求，你们俩安生的在一个地方过日子，你觉得那会是你想要的生活场景吗？我觉得应该会吧。你了解他吗？他会跟你在一起固定生活，洗衣做饭，生孩子，你觉得会吗？这个你明明知道不会，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你现在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自己的价值，你所谓的所有的付出的价值，在他眼里都不被认可。人家在想尽办法的支开你，明白吗？其实，在你心目当中，你大概最初认为你是猫，它是老鼠的，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你不是那只猫，它也不是那只老鼠，谁在逗谁玩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男生说：“我对东北女孩完全没有抵抗力。”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就这句话本身而言，你对于这个女生本身不是爱，是一种迷恋。迷恋往往靠的不是生活当中扎实的了解，而是靠自己的幻想，所以她其实根本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人。你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爱情没有，工作也没了。你这样千辛万苦的尾随着他，其实在他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说我很讨厌你呢？如果你只要说一句讨厌他，今天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你们彼此都不浪费时间，表面上是一句狠话，表面上下不了嘴，但一旦下了嘴就各奔东西，不好吗？把话说狠一点，该怎样怎样，不要藕断丝连，好吗？否则的话你就会作茧自缚。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问一个问题啊，你帮我评一下理。你一姐们儿喜欢上了曲伟，北京去找曲伟，曲伟说：“你来吧，我不一定见你啊。”后来曲伟的爹说了：“儿子，你要给别人机会嘛，普通朋友都可以看一看嘛。”见了你的女性朋友，那个女性朋友给他过了生日，嘿，曲伟感动了，说也行啊，也能做个女朋友啊，做成女朋友了。然后说你回老家吧，回东北吧，回沈阳吧。你那女朋友也回去了。2天，女朋友说曲伟答应说是我的男朋友了，怎么我听说曲伟在北京跟莎娜又见面了呢？不行，那我跟莎娜是一个圈的，我得去看曲伟啊，工作也不要了。到了北京，没来2天，曲伟说：“对不住啊，我得去华东6省1市做巡演，首站江苏。”你那姐们说：“北京工作不要了，去江苏。”你什么体会和感受？你会怎么跟你姐们说？我会告诉她，人家可能不喜欢你吧。啊？人家可能会不喜欢你。那为什么是你姐们的时候就是曲伟不喜欢，到你身上这就成了爱情的一种方式了呢？最后我在想，如果我们面对这样女生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女生说哪些话？后来我想到，我们大概是这么说的：如果一个人不能让自己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独立，而成为另外一个人的附庸的话，他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爱情。这句话过去是跟我们认为比较弱的女性说的，现在我们不得不把这样的话拿出来对一些男性说。
我无意指责说你对这个爱情不那么负责任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个意思。就借莎娜老师的那句话，其实不是不要辜负一个爱你的人，是不要辜负好的感情。这个辜负是什么？坦诚，喜欢好好拥有，不喜欢直接说。你啊，好好工作吧。你不是说了吗？东北女孩都没有抵抗力。我要是你啊，我就搁沈阳工作，全是东北女孩，你看看是个什么样子吗？对吧？现在就在杭州好好的工作，不纠缠了，咱也别纠结了，搁谁谁心里也难受。我去的，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了。怎么陆琪去了以后，她又跟陆琪吃饭了呢？陆琪是不是会把我的活给呛了呢？肯定有这个想法，是这么想的吧？虽然坚信她的人品，但是心里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不舒服和不自信，你得理解她。好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真情60秒。是这样的，实际上我想说，是因为我年龄的问题，所以说我很期待这份感情，也很珍惜这段感情。在感情当中，肯定是有一个人付出的比较多，有一个人付出的比较少。但是我愿意做那个付出比较多的，然后我也愿意为这个感情去付出，然后一直守护你，去保护你。我只希望你能够就付出那么一点点，然后让我们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然后我去努力工作，然后去为我们的未来打拼。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我还是挺想有一个家的，因为我家庭原因啊，还有我的工作，我是想要去赚更多的钱，因为我的家庭可能是就我一个女孩需要我去，所以说我希望一个男人能努力工作的同时，就是我们一起努力。好了，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嘉宾朋友他们会作何选择，请开。我就多一句嘴啊，这事儿咋解决了？后来，你就在杭州了是吧？现在在杭州。你接着演是吧？我就是把这个店交给我朋友，然后我就去杭州开始。不再到处演出了？就是暂且吧，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这段时间在一起哈？就是以后也在一起，但是是两个人都有工作的情况下。不是谁能为那么远的将来保证呢？行吧，你们俩好好谈恋爱就行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好帅，谢谢，谢谢，请回吧，牵着手。来，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希望我以后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未来。我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工作，我不希望你为了任何一个人放弃你自己。然后谢谢各位老师。来，请亮灯啊！那个全国各地跑的，有什么飞机、火车上都可以敷啊，都不耽误时间。这礼物是特好。对，特别好。啊？对，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啊！你不是刚说过你不去演了吗？真是。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回。谁刚才说换了个身份就叫跟踪狂了？人家愿意给这个名分，管得着吗你们？这就是爱情有的时候让你看不懂的地方。好了，如果他们愿意坦诚地为彼此付出，愿意为这段情感添砖加瓦，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话，我们当然也乐见其成，希望他们幸福。好了，人生路很长啊，今天只是在舞台上的一个结果和结局，希望你们以后每一步都走稳走好。来看看下一对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了，但我觉得他根本不爱我，身边总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异性朋友。我这么拼的工作，还不是为了以后我们俩能过得好一点，可他从来都不记着我的好。我感觉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感情，他满脑子都是利益关系，从来都不考虑我的感受。我压力也很大，我觉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但他总是跟我斤斤计较。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靳先生，22岁，来自河北，保险销售，有请。杜女士26岁，来自山西，房产销售，有请。欢迎两位啊，两个人是网恋是吧？对。啊好，奔现有多久了？已经有1年了。怎么认识的呀？就是通过附近的人。谁主动追的谁呀？我追的他。这次来是谁要来的呀？是我要来的。啊，干啥？因为我感觉我们在一起1年了，他就和异性就老是纠缠不清。怎么纠缠不清了？他和他前女友本身都快结婚了，但是后来因为家里不同意，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但是没想到的是，人家最后变成了朋友，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他的前女友嘛，老找他帮忙，上次还给他去家里面去安装那个健身器材，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他就去了。什么叫二话没说就答应人家去了？人家是找我帮次忙而已，而且人家也帮过我。再怎么说，人家给我打个电话，我总不可能说不给人家这个面子吧？那他不能找别人帮忙吗？就非得找你吗？但人家给我打个电话，你说我能不管人家吗？行，哎，生活里面他跟前女友交集的很密切是吗？对。你指的这个密切大概怎么个交往法？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是出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就像一些酒吧或者是 KTV 之类的。刚好我那个前女友吧算是，她就在酒吧工作，然后每次去的话都是去她那个酒吧，然后就因为这点事她就天天就是跟我。那你就不能去其他的酒吧吗？你就非得去你前女友在那个酒吧？我出去玩肯定是要找一个有熟人的地方，给人的话就是增加一些业绩什么的，我的话也就是图一个消费比较低一点。啊，理解了。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前女友见面，对吧？对。并且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前女友，对吧？对。不就这意思吗？在他那儿消费嘛，给他业绩嘛。哎，前女友有男朋友了吗？这个还不知道。是没有还是不知道？说实话。不知道。想想，用脑子想想有吗？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想一下。这以前都可以不知道，今天可以知道。现在她是有一个男朋友。那干嘛刚才说不知道呢？因为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人家有男朋友了，你再去说知道人家有男朋友，然后再去经常跟人家见面，就是感觉影响不是很好。哦，这你也知道影响不好啊？这为什么就影响不好呢？行了，心里还有没有前女友？没有，坦诚一点，你非要让我把你逼出来，有意思吗？不是，这个不是逼不逼的问题，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为没有了哈。对，没有。好，我信了。但我感觉就他们就想再续前缘嘛。那你就走嘛，你走不走？你不走，我们先选择相信，好不好？而且他还总管着我。你说具体点，什么意思？我们公司聚会，你说所有人都得去吧？啊。但是呢，他回来之后。他就和我大吵大叫的。不是说我跟你大吵大闹的，就比如说你们那些领导什么的，是吧？我就感觉你们领导对你有意思，因为他每次他是公司里边嘛都有一个微信群什么的，他领导在微信群里边发的那些的团建消息，他都会单独再给他发一遍。这个事就看得我特别不舒服。那是群发的好吗？但我不认为是群发的，我就看你们领导就是不顺眼。但毕竟是我们领导啊，那人家公司聚会我肯定得去啊，您说是吧，主持人？这个问我呀？对啊。我哪知道啊？你老问我这事儿，我真答不了这事儿。你们公司聚会要不要去？你要判断，对吧？到底是真是需要的团建，还是非需要的团建？只是大家找了一个什么辙，要在一起聚一下，那个两说。我也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
不好给您出主意。这我明白，这叫管着你。还有呢？还有就是我回来之后，他不是和我大吵大闹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呢，然后我就哄他，哄半天都哄不好。后来人家说，那你送我个耳机吧，送我耳机我就不生气了。要东西是这意思吧？对啊，并不是说要东西，因为两个人吵架嘛，总不可能说吵完架之后就我不理你，你不理我了，总得要找个台阶下嘛，是吧？我得顾我自己的面子，我也得顾他的感受，所以说，我得找一个台阶让自己能走下去再说。不是，那为什么不是说，哎，别吵了，我送你根口红不就得了吗？而是你送我个耳机，我就不跟你吵了。我没懂啊，您。就是我感觉嘛，我感觉就是说我生他的气，所以说，就这个方面的明白了，明白了。经常会问你要礼物吗？也不是经常要。你们俩这个经济上各自独立吗？各自也挺独立的啊。但是的话，都挣的不多嘛。谁挣的多一点？我俩挣的差不多。差不多。对。花谁的钱花的多一点？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花过他的钱，他平时也送我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但是他最后他都要问我一句，那下次你送我什么呀？我就很奇怪，很纳闷。本来是送东西的话，就感觉特别惊喜、特别幸福的一件事。那他这么一说，感觉都变味儿了、变质了都。这个你们之间有问谁借钱这种关系有吗？他之前向我借过钱。多吗？从少到多，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因为我平时吧，就是像买化妆品啊，还有买衣服什么的，这都得花钱嘛。然后他还以这种就是还礼物的形式还给我。如果要是以钱的形式还给我的话，那我可以自己支配啊。然后他就只拿礼物堆给我，说这就是我还你的钱了。我感觉的话，就咱们两个这个关系你分得太清楚了。就是说，这个支付宝上都有一个那个代付的嘛，我就把我的支付宝绑定他的支付宝上了。我说以后买什么东西就直接刷我的支付宝就可以了。再说了，我以后挣的不都是归你管吗？你就是现在你分得那么清楚干什么？我就不明白。那你现在钱归他管吗？现在不归他管，因为那为什么以后就归他管了呢？因为我感觉的话，就是我自己吧，花钱的话就是比较大手大脚的，我就感觉。也就是说，在女生的这个感觉当中，可能两个人交往过程里面，男生用钱用的比较多，是吧？对。就是你们俩在经济上可能有一些纠扯不清和纠缠不清，对吧？对。男生的资料上面是做保险销售的。对，我是做保险的。女生是做房产销售的。对。你做房产的应该人脉关系比较多，对吧？对，我人脉关系倒是挺多的。他会要求你说给我介绍一些客户或者怎么着吗？有这方面的要求吗？男生？他没和我说，但是呢，人家悄悄的加我的通讯录，把我通讯录里面的女客户都加了一个遍。因为我认为的话，资源都是可以共享的。我手机上的客户是吧？你也可以去你拿去，你也可以去发。不是，那你有没有跟他打过招呼啊？没有，我感觉的话，就是他应该能同意我这个做法。感觉能同意啊？你对这个事儿介意吗？我很介意，因为客户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这样我就在中间很难相处的。听明白了，交往1年多，对吧？对。男生反正不着急结婚，对吧？对。所以双方也都没见过父母什么的，对吧？就这么谈着呢，是吧？对。但是的话，就是我父母嘛，就经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家里边就特别着急然后经常给我打电话，就是给我介绍一些相亲的对象什么的。你说我父母给我打1次电话、2次电话，我都可以不接，打3次、4次还能不接吗？就是上次我父母给我打电话说家里边给我介绍一个对象，然后让我回去说见，我就跟他商量吧，然后我说你跟我去见一下我的父母，然后他就不同意，半路上就回去了。为啥？我感觉现在才1年嘛，1年的话，我感觉还不到见父母的时候，而且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清楚，而且他的话，这个老关心他的前女友什么的，我感觉这样的话，要是回去见父母的话，肯定就一点都不合适。可是你不都去了吗？怎么又半路回来了呢？因为他让我骗他的父母。骗什么呢？我本来比他的年龄要大几岁，本来比他4岁是吧？对，本来比他大，但是呢，他非要让我和他的父母说，我和他是同岁的，他不就是嫌我大吗？
我没有嫌你大，我如果嫌你大的话，我当初干什么要追你呢？就是我们老家的话，就是有一种习俗，就是，人家都说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四没意思，我就想着让他把这个年龄说小。那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这有意思吗？他问就是有没有意思？跟他谈恋爱有意思吗？有啊，有，要不然我要不然我跟他谈恋爱干什么？啊，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抱比你大3岁呢？还抱着金砖呢？对不对？对，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是吧？你跟我抱一样大也可以，你说抱小个1、2岁也可以，是吧？你没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让他抱大3岁呢？不是说抱金砖吗？没有，当时我跟他说的时候，他正在气头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我在说什么。听明白了，在年龄上隐瞒，还有什么他要求你要隐瞒他父母的吗？因为我们在北京，生活本来就挺拮据的嘛。然后呢，他还让我和他父母说是我们已经过上了小资生活，你就放心吧，可好了。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那就算不是这样，你让我怎么跟我父母说？我跟我父母说是吧？喂，我在外边过的是吧？是怎么样的生活？你问问在座的大家，他们给家里边打电话是怎么说的？难道他们就每次给家里边打电话就说我在外边过得特别苦？难道你让我这样说吗？那你也不能让我骗你父母啊，毕竟他们是老人啊。这能算骗吗？这最多也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是吧？可那也是谎言啊。行，我发现了，就男生只要对自己有利的，你都可以觉得没问题。我感觉他能理解我，因为我就是说，我父母就是担心我在外边就是太。你那个前女友为什么就没结婚呢？也是因为年龄上的问题。谁大呀？他大，然后就是大几岁啊？大了3岁，就是这个是这不是抱金砖吗？对，这个是次要的，关键是就家里边没有谈拢嘛，就是这个。没谈拢是彩礼钱？对。行，听明白了。今天你要来？对，我要来的。干啥？我就是想让他把那个男女关系都听一下。啊，然后呢？然后不要那么自私。啊，然后呢？他心里一点都没有我。对，然后呢？我感觉我们有点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好的，然后呢？我想让您给主持一下公道。哎呀，坏了，我主持不了这公道，我这辈子就干不了这事儿。听明白了，就是你觉得你们俩其实是2个世界的人，对吧？对。你是想把他拉到你的世界呢，还是你想去他的世界？我想把他拉到我的世界。太难了，太难了。你为什么来啊？我也是因为不想离开他嘛。哦，对你照顾的应该还不错是吧？对，就是平日里的话，我们2个就是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一些关系上的事情，就总是吵得就特别厉害啊。这里面有一个社会认知哈，就双方对于社会的一个认知，对于一个自我的要求，所以冲突还挺大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什么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三观。
太多了。总说三观一致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这其实相当等同于说没有摩擦力的物体可以一直运动下去一样。这个都是存在理想状态当中，我们做那物理实验也知道，怎么可能嘛？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人都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一样，但怎么整合这种不一样，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爱啊！所以我并不觉得你对这个女生投入了多少爱，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利益面前不分彼此，感情面前分得特别清楚。一到说这个你的客户也是我的客户，我的手机里的你也可以随时用，你试试他用你手机里的客户，你就不是这个态度了。所以陆琪老师说的你的这个功利心太重，凡事都以目的出发，这些是你的价值观的问题。可能因为你从小的生活环境所迫，我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在22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任何的人都当成一个工具去看待。我们不想评判说这是对与错，这是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它的点在于，如果你把它放在亲密关系上，这就是属于道德问题了。因为你对待的是一个用心在爱你的人，他这个时候不是任何一个工具。你知道你为什么相了那么多次亲，然后包括前女友都散了吗？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凡事以目的出发。而你有没有静下来想一想，说你为什么未婚妻在结婚这件事上闹翻了？我相信你心里非常清楚，就一定也是在那个时候，未婚妻以及他的家庭看出了你是以目的为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千万不能跟他碰利益的事儿。如果一旦触碰他的利益，什么感情啊，什么家庭，全都可以放下不顾的。所以你给大家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会觉得你在我的身上没有付出那么多的感情，没有那么爱我。你明白我说的吗？我明白，老师。所以我希望当你面对爱情，或者面对一个真正你爱的人，如果你要不爱他我不说，但当你面对一个真正你爱的人，我希望暂且把你以目的为出发的这个心放下，用心的去感受到底什么是爱，可以为一个人不那么目的，不那么功利，好不好？好，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来，曲总，今年22岁是吧？对。你什么学历啊？我是高中学历。那你出来工作几年了？出来工作大概有5年左右了。5年左右。对。挺不容易的。你是做销售的是吧？对。我周围非常多的销售，我从你身上能看到一些销售的那种所谓职业病。销售分很多层级的，其实你是属于比较初级的这种水平。你会把所有的周围的朋友资源最大化的去利用，因为其实你受过苦的，对，所以你很害怕。包括你其实内心是有点自卑的，这也是为什么你要跟家里人、跟自己的对方的父母也好，自己亲人也好，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因为你出来闯荡了4、5年了，你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并且自己是可以有一段属于自己幸福的爱情的。这一点女生理解吗？她缺钱。这个我理解。理解。那你理解为什么她找你的女性的客户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说为什么？因为我感觉的话，女性在思维方面或者是在心理方面都是比较好发展的。她跟有些男性不一样，你有时候跟一些男客户谈一些关系，他就会跟你扯一些很多没有用的东西。基本上是这样。以我对销售的这个理解，女性客户和男性客户是有区别的。女性客户是非常容易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因为你只要给她足够的尊重，或者说能言善辩，对吧？察言观色，然后呢口才好一点，很容易捕捉女性的特点。而男性客户是要让他有成就感，甚至于很多男性客户你是搞不定的。对，因为人家的见识、人家专业水平远高于你，拿不下。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去和你的女性客户建立联系，这点你要理解。他不是有什么坏心眼儿，
不是。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他为什么要悄悄地加我的客户呢？那是他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你不同意的，所以他会认为你是我的，那你的就是我的呀。因为他想发展客户。不同意，他如果要是和我说的话，那你会不同意？我也会同意的。真的吗？说过吗？我也会同意的，但是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过。我就很害怕他，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再给我吵。因为你怕很多，因为你觉得这可能会他不接受，对，甚至于说这就是你的无能，你自己的销售为什么要发展我的资源啊？为什么呀？你没本事啊，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举动，明白了吗？明白。所以小伙子，我跟你的建议是，其实销售是要用心的，不要用那些销售技巧，你用了太多的销售技巧带到了你们情感当中，老想赚那种小便宜，但你失去的是真爱，失去的是大事儿，明白吗？客户也一样，无论男女，无论他的级别高低，如果让人感受到你的真心的话，你会得到这个客户的。同样，在爱情里头，千万不要参加这些所谓的技巧、手段，明白吗？用真心去换他的真心，不要把你的那些技巧、销售的痕迹带到爱情当中，明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谢谢。这一场来，楚老师。一个人请你去吃饭，一大桌子的人，你在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下，私下里把所有的人的微信都加了一遍，你觉得那主人能高兴吗？你觉得那主人下次吃饭还会请你来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用对错去衡量，但是做法是欠妥的，对吧？对。一书有一句话说，人呐，有没有可能去跟一个完全没有利用价值的人交往？这大概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纯聊得来，也利用了对方的时间和精力。在彼此相谈甚欢的同时，大家都交换了资源，大家都得益。最讨厌的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人。通常人与人之间，利用价值越高，这种关系越能持久。确实是这样，即便是亲情，即便是爱情，即便是友情。我喜欢你的努力向上，你喜欢我的善解人意。我依赖父母对我的关爱，父母希望我给他养老，这都是交换。但是人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在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时候，情深所至的时候，你会不计得失的去付出，你不可否认吧？所以人呢，是要有实用主义，但也要有可爱的地方。如果人的这一辈子都是交换，人的这一辈子没多大意义。人最可爱和最有意义的时候，就在某一个瞬间，就包括像母亲生孩子一样，即便是我知道我可能会死，我也会把它生下来。即便是我知道这个植物人可能长期醒不过来，我也可能会无怨无悔的付出。人最可爱的就是在某一瞬间，我即便知道结果是这样，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我依然忍不住，情不自禁的想要为他去付出。这是人最可爱的地方。你要让人变得完全可爱不可能，你要人变得完全的功利，这也不行。所以男生，你缺的就缺那点可爱的东西。如果人这一辈子没有那么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几次奋不顾身的付出的话，人活着是没多大意义的。你说呢？对。你们如果愿意，还给互相彼此一些机会，愿意看到人性当中最可爱的部分，你们就继续下去。如果你觉得忍无可忍，那大概就算了，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现实生活那点苦那点难，谁没经历过呀？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理解并不认同你的做法。对。22年了，经历了那么多，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了，你慢慢在生活里去碰、去调整，包括这段情感的走向也是调整的一个方面。更多就想跟女孩说，在现实生活里就是这样。理解可以，你接受吗？认同可以，你接受吗？所有的外人都可以很轻易的理解，放在生活里你接受它吗？我接受不了。那就是做接受不了的选择。
一起进入真情六分钟。来，请关门。很长时间以来也没有在表白的时候有观众鼓掌了啊。今天这个表白的鼓掌是一个特别朴实的话嘛，叫我还喜欢你嘛，就是大家其实对这种特别纯粹的这个感情还是挺向往的，每个人都向往。我特别能理解他为什么鼓掌，啊，因为在座的都是优秀的销售，都是销售前辈对销售后生的鼓励，是吧？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倒回头问所有鼓掌的朋友们，如果你的男朋友和你的女朋友是这样的，你还会接受他吗？所以在一段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是接受，而不是理解。结局还是挺有悬念的，啊，因为大家有大家不同的期待嘛。有些人的期待就是女生能出来，还有一些人的期待就是女生和男生都不要出来。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期待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去组合这一组关系。请开门。来。咋了？感觉就是还是接受不了。对。你回去其实稍微总结一下，你发现这两个女生，你跟她们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然后你再回想老师们说的话。今天我觉得她的离开可能对你的人生来说，反而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谢谢你啊，加油，请回。啊。有经营网友提问说，现在一直被婆婆催生，但是我感觉我们刚结婚半年，两人日子还没过明白了，现在孩子要不现实，但身边朋友都劝我早点要，我说要考虑经济问题，他们说我太物质，难道我真的错了吗？什么时候要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决定，当然也不是你婆婆家庭的决定，而是你和丈夫共同的决定。所以你们两个人首先要达成这样的共识，你们有了决定以后，打迂回战术，口头上硬，但行动上按照你们约定的事情做，我想这样的家庭矛盾也就化解了。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